我借着答谢的机会，当众挑明了和小美人的关系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而有种炫耀之势。哎呀，那几个朋友啊，这太能喝了。高兴嘛，喝点酒。你不高兴啊？高兴，高兴。我也特高兴。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酒喝多了头疼。没事呗？忍着点，去厕所啊。哥，这就是 KK， 叫人啊！刘总好。总听六子提起你，说你人虽小，但办事很老练，嘴也很严。都靠六哥提携，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呢？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合作伙伴。我警告你，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？说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3番5次来捣乱？别打了，小雨。有人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，她的安危，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监视我。这意味着，在任务结束以前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远离纪晓鸥，任凭这场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？真不怕出事儿？月黑风高夜，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。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，我走探头盲区进来的，绝对安全。我就多余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，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不可以过来，要有见面，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。还是2字版的泡面好吃啊！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，盐子还是以前的盐子。等坏了吧？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？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别管了。还在惦记纪晓鸥呢？就是因为我，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。我真不敢想，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。用不用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？你千万别打草惊蛇。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，只能苦了纪晓鸥了。哎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。
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，你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再来，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鸥了？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渣男！你给我打！留下！小米！不要再纠缠在一起，否则你的店就不要开了。别动我姐！喂，严姐，来一趟我办公室，有事儿找你。好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替你教训了她一下。砸得好啊，砸得痛快，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。不过这么大阵仗，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我做事儿你还不放心？物流生意，我决定交给你做了。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，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。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，利润翻1倍可能都不止哦。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？吴峰。吴峰。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，这号人物我没听说过。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，我也没见着。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，人没问题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！刘伟来了，事情就严重了，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。谁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，心都碎了。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，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，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。即便案件终结，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。我厌恶我自己，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
想要逃离这一切，想要回到过去。下午了，你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这味道你应该挺熟悉的。这幸亏啊，就是点皮外伤，再观察观察，没什么事儿就能出院了。姐，你真把那个小美人的办公室给砸了？嗯，砸得好，砸得大快人心。小欧，你心情我能理解，你咋能一个人去呢？你知道那女的背后有什么背景吗？真要出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？啊？姐，店没了可以重新再来，没必要伤害自己，犯不着，真的。昨天晚上我检查过，咖啡机没坏，我从国外带回来那些饰品也都还在，桌椅板凳修修还能用，咱们只需要把店里装一下就行了。正好我也看腻了之前的风格，咱们正好变变样子。对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其他事儿都是小事儿。我相信啊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用不了多久，40流年就可以重新开业了。可以现在的基础，重新装修加上添置新物件，至少得花30万。我这2年都白干了。要我说，昨天就应该拿着严谨那卡。从今往后，你们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那些流氓不都被抓起来了吗？就应该他们赔。再说了，那些钱是那个贱女人的，脏钱你也敢要？哎呀，好了，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何况啊，小欧不是把他们地儿也砸了吗？这事儿要是走法律程序啊，且耗着呢。况且那几个流氓，他不会轻而易举招出来是小美人派他们来的，顶多关几天就把他放了。咱要真要跟他死磕呀，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。老冯说的对，钱嘛，凑一凑就出来了。我这还有一点钱，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卖2个包。谁让我之前老从店里拿钱去买包，就算是有借有还。小欧，我手头上有几万块钱，暂时也没用，你先应急。那是你给乐乐攒的救命钱，我不能要。乐乐现在情况不是挺稳定的吗？你先应急。如果有什么急事儿，我再跟你要呗。不行，前段时间不是说工作出了问题吗？这钱我不能要。你放心，我和乐乐不会饿死的。姐，我这张卡里也有不到10万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跟冯大哥一样，给我妈攒的医药费，还有我打算出国留学的钱，全是我这几年的奖学金和打工挣来的。这钱一时半会儿用不上，先借给姐姐周转。你的钱我说什么都不能要。姐，听我说，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太多，季伯伯还一直免费给我妈送药，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。现在终于有机会报答你，这钱你一定要收下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等店里恢复营业，再还给我也不迟啊。或者我拿这些钱入个股，以后我也算是40流年的小股东了。你们的心意我通通都收下了，客套话不说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似水流年
新开起来。干杯！干杯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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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先往这儿扫。大家来喝咖啡。不能再打一些折扣了吗？好，那我再考虑一下，谢谢。姐，我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正在搞促销的装修公司，15万就能搞定。真的呀？我把他们公司的宣传画册、报价和合同表都拿来了，你看看吧。价格真的不贵耶。那个公司专门有个部门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创业的，有优惠。我给他们说咱们开咖啡馆，使劲跟他砍了价才拟了这个合同。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约，明天就能开工。小雨，你真是太棒了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田里人都知道似水流年被砸，你妈妈我还不能过来看看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坐。你就是战宇。是，赵阿姨好。战宇啊，这几天你一直在。小欧姐这儿离不了人，我就请了假，在这儿帮她的忙。啊，辛苦了。没事，都是应该的。谢谢你，战宇啊，帮了小欧那么多忙。不过总请假耽误了学业可不好，还是早点回学校吧。阿姨说的对，我是该回去了。姐，刚好晚上我有排练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过来。好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哎啊，再见啊。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小欧啊，你妈给你熬的汤，补你身体啊。谢谢妈。你和这个战宇最好保持距离，孤男寡女搂搂抱抱的，不怕外人看了说闲话呀？你接下来什么计划？继续开咖啡馆啊？还开？你这个店被人黑了，被搞破坏的事儿都传遍了，说什么都有，你还想继续丢人啊？是吗？我现在出门都被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的，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他们都说什么了？有人说你招惹了道上的人，还有人说你做了小三儿，被原配报复了。你跟妈妈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妈，我就一句话，没有的事儿。世上就没有空穴来风的事儿。上次去家里那个严谨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，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认识他？你不认识他，为什么把他带回家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？妈，你就记住，我季小欧从来没有干对不起你们和对不起我自己的事儿。好，只要你跟严谨断干净了，我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不说。咱们接下来说说你的未来。既然这个店已经被砸，咱就顺手把它租出去，1年赚的租金都比你开店赚得多。你呢，回去踏踏实实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你再找一个好男人一嫁，我和你爸从今往后都不管你了。这个地方是奶奶留给我的，我是绝对不会租出去。我不仅要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，我还要让它比以前更红火。你要活活把我气死是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不杀人不放火，我合法做点生意，我怎么就气到您了？您要是看不惯我这个女儿，您可以再生一个或者去捡一个，让她按照你的想法去活，我绝对没有意见。老季，
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女儿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小啊，我和你妈看你好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咱们先走了啊，来，我们先走啊。哎呀，别拉着我，下回再说了。小欧，这里面有你爱吃的点心啊。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有力气哭？为了个渣男何必呢？按我来说呀，你就不应该瞒着我跟那个男的好。那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认真的呀，他还飞来迪拜跟我约会呢，谁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呀？你说这年头，找个靠谱的男人怎么这么难啊？谁啊？不会是他老婆找上门了吧？冯大哥，哎，小欧，哎，我让冯大哥给你把我些汤送过来。冯大哥来了，啊，怎么样？退烧了吧，小凤？好多了，谢谢冯大哥大老远跑一趟。小欧说你病了，我就买了一只鸡，煲了一汤。哎，你俩多喝点。哎，冯大哥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我跟乐乐在家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吃。我家是有点乱啊。何止是乱呀，你搬下来就没有干净过。冯大哥，你别动了，一会儿我自己来收拾吧。没事儿，顺手啊。你们吃。哎，我怎么又哭了呀？我好久都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了。至于吗？好喝就多喝点。嗯。战宇最近对你越来越关心了啊！他是关心所有人。我这还装呢，战宇也是男人，平白无故的，干嘛为你付出那么多？是因为之前我也帮了他很多。再说，战宇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。哎，你赶紧帮我找下清单上的东西，咱们结了账赶紧回去帮忙。忘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呢，就是迅速的开展一段新感情。哎，您好，请问一下这个牌子电源开关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请往那边走。啊，谢谢。我觉得战宇这小伙子挺好的，说长得又帅又有才华，虽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但你不是也不介意吗？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你脑子里除了男欢女爱，是不是就没点别的事儿了？战宇他就是我弟。你们俩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算什么姐弟啊？他喜欢你，你真不知道啊？难道你还放不下严谨？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个人的名字啊？你要是真放下了，还怕我提他呀？我已经够烦了，你就别再叨叨我了。你倒先找一个呀！我找到了，上次星盘说的那个男人已经出现了。哼，早看出来了。看出什么了？前几天让冯大哥给你送饭，是不是送出感情了？是送出事儿了。
送出大事儿。你们俩不会已经……冯大哥是那种人嘛？是我喜欢上冯大哥了，我要追他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哎，其实我对冯大哥一直挺有好感的。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乐乐身体不好，他还这么积极向上，为人善良。上次陪你去找严谨算账，他还替我出头。当时我就觉得他特爷们儿。这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我，还帮我收拾屋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像有了他忙忙叨叨的身影，我那个冷冷清清的房子才像个家。你不是随便说说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该要什么，我自己知道。可是冯大哥跟你之前那些男朋友情况都不太一样，经济条件一般。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未来会有很多困难，你能承受得起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看上的是冯大哥这个人。只要我决定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能接受他所有的一切。而且冯大哥之前跟我聊过，他说他想开一家卤味店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多少本金。我有啊，只要我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把这些钱省下来，不出2年，应该就能帮他把店开起来。只要店开起来了，凭冯大哥的手艺，生意肯定红火。到时候乐乐医药费也不用愁了。你能看上老冯呀？表明你这个脑袋瓜子还算清醒。那你说他能看上我吗？他会不会因为我以前那些事儿讨厌我呀？他要真讨厌你，何必答应我来照顾你啊？也是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追啊？你跟他那么好，赶紧给我支支招。我觉得只要拿出真心就行了。但是你看看冯大哥平时那么简朴，就你这辣妹的穿衣风格，加上这大浓妆得变变。哦，最关键的是要对乐乐好。行。那以后我这些化妆品啊、包啊、衣服啊都归你了，我换你那些衣服穿。这么决绝？我得学会省钱持家。我可丑话说在前面，你敢伤了冯大哥的感情，咱们俩有劲。先追上再说。冯大哥，哎，喝口水吧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小冯，你今天挺不一样的。开饭啦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各位。冯大哥，辛苦了。好，吃饭。哎，小雨，小雨，走。累吗？还好。哎呀，上午运动还挺多的啊。确实。冯大哥的，找的，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哎，我这份怎么比你们那个多一份肉啊？你这2天干的活最多，太辛苦了，我特意多给你点了一份肉。潘大哥，啊？脖子疼啊？没事。我给你按按吧。不用，你吃你的。没事儿。不是小芳。哎，是这儿疼吗？小芳，好了，你吃你的，没事儿。小芳，好了。说了这么多，
我想问问，现在你们到底查到什么了？目前还没有。那么长时间了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案件比较复杂，我们也会尽全力破案的。所以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对案件都很重要。儿子走了有5年了，当年我就救不了自己的兄弟，现如今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我也没想到这件事让纪晓鸥受这么大的苦，但事情到这儿了，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我那天眼睁睁地看着纪晓鸥被那帮混蛋欺负，我还要在小美人的面前表现得幸灾乐祸。你确定这样的人能帮你完成任务？然后呢？你打算为了纪晓鸥放弃这次任务？你别忘了，儿子就死在这群毒贩手里。如果不彻底把小美人集团捣毁，102的贩毒案就永远都无法终结，儿子就永远都死不瞑目。行，牢骚我也发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小美人终于在我面前提到那个广东的吴老板，叫吴峰。虽然他没有提及毒品生意，但他至少想要把我拉入伙，还想把物流运输交给我。这坏消息就是跟吴老板所有的联络都是刘伟在负责，小美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吴峰这个人。而且刘伟仍然反对我来负责运输。KK 已经被六子带去见过刘伟了，他跟你说过吗 ？KK 见过刘伟了。严姐，现在只能通过你利用小美人去打通刘伟这一关，全面盯紧这个吴峰，尽快摸清他们的交易细节，争取来个一次性清网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但 KK 这一边，我还不想放弃。如果他还不知道悔改，以他目前的贩毒数量来看的话，死刑。那天在店里，小欧遇到麻烦，是战宇拼了命保护他。我能看出来，他对纪晓鸥是真爱。如果他不想让纪晓鸥日后对他失望，不想让纪晓鸥面对他的死刑判决，他一定会回头。你不会敲门啊？如果你再敢伤害纪晓鸥，我就杀了你！我说到做到。那得看你能不能活到那一天。威胁我，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信啊！我怎么不信？你毒都敢卖，人有什么不敢杀的？什么毒？你说什么？真不知道？那行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你叫战宇，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高材生没有错，但你还有个绰号，叫 KK， 酒吧街一带有名的毒贩。你的上线是六子。那天在会所，你就是去找刘伟的。你从一开始被生活所迫，到对金钱成瘾，再到现在，你成了小美人贩毒集团的成员。你贩的毒，加起来足够你吃好几颗枪子。你真以为你是纪晓鸥面前那个纯良少年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欺骗家人朋友，努力在别人面前扮演好孩子的毒贩，一个满口谎言的亡命徒。要不是我让老程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
你早就脑袋搬家了。老程，你们跟我走。等一下，这儿没人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么点山路你都走不了。我跟老程是发小，也是战友。我们共同经历了5年前1020特大贩毒案。现在这个案子卷土重来，为了彻底肃清1020大案，我决定跟老程联手，以卧底的身份接近小美人。但我一直被刘伟排除在外，因为他始终怀疑我的缉毒警背景，以及我跟老程的关系。难怪情人节那天六子派我去整你。就是从那天起，故事急转直上。我为了拿回打火机，意外地发现你在酒吧街贩毒，我便怀疑你是刘伟的人，才开始在40多年盯着你。所以是你让老程发展我的。一方面，我很难取得刘伟对我的信任，需要一个人配合我；二来，就算为了纪晓鸥，我想给你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，所以我跟老程策划了那一次的抓捕行动。你可能到现在你都不知道，从你身上搜到的那包白粉，其实是洗衣粉。我本以为你会好好珍惜这一次的机会，与警方合作，但我真没想到，你一直在敷衍老程。那你呢？你为了你的英雄主义就把纪晓鸥卷进来，一而再再而三地骗他、伤害他，你不觉得这对他一点都不公平吗？我是对不起他，但如果让他知道，他引以为荣的弟弟是一个毒贩，而且没有把握住唯一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，被判了死刑，你说，你还有什么脸面对他？没办法，人各有命。你是大英雄，而我呢，一个一睁眼就得思考如何可以多赚点钱的人。我没有未来，更没有回头路。我终归是要被小欧姐放弃的。那是因为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放弃了。眼下是案件突破的关键时刻，只要你肯全力的配合我，从刘伟那里获得重要的情报，你就有活下来的希望。将功补过，永远为时不晚。你只要活着，你才能站在这儿看风景，才能去爱你想爱的人。前提是你活着。纪晓鸥他知道你生活有多么不容易，就算他知道你犯错，他也一定会原谅你，不会放弃你。
我相信她是这样的女人。回头吧，佳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和刘伟什么情况？他对我比较满意，让六子好好栽培我，说接下来跟广东会有一笔大额交易，货已验完，价格也谈好了，就等着合适的机会进行交易。小美人她虽然是贩毒集团的首脑，但具体管事的人还是刘伟。你需要做的，就是尽可能的从六子那里打探到刘伟的动向。明白。你有没有听六子提起过制毒工厂的事儿？如果你听到与此有关的相关信息，你要及时的汇报。如果可以找到制毒工厂，或许可以另辟蹊径，将案件侦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减少见面。如果你得到什么消息，第一时间汇报个老成。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电话联络。记住了，刘伟是个狠角色，凡事一定要小心。知道，我不笨。装修公司的简介、报价单、合同我都已经发给你了。一签合同，第2天就可以动工。记住了，你就说是你自己找的。小吴怎么样了？还可以，正常吃饭睡觉。唯一的烦心事儿就是店里的装修。我不在，你跟方天雅把他照顾好。我马上到店了，先挂了。严总好。哎，严姐。老房。啊，严姐，有空吗？找你说点事儿。来。啊，早戒了。接了好啊。老方。我知道小欧店被砸的事儿，你挺气愤的。严姐，你到底跟那女的什么关系？你知不知道她背后跟黑道有来往？她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知道。但你也知道啊，最近经济不景气，我为了保住这摊生意，必须得跟这个女人保持合作的关系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。你跟他合作是你工作上的事儿，啊，我相信你心里有谱。可是小欧是我认识里面最善良的一个女孩子，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伤心过。那当然，这是你俩的私人感情，我无权过问。但是作为她的老大哥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她这么伤心啊。严姐。你别再找他了。老方，你今儿过来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？啊，这儿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是不是乐乐的情况又不好了？乐乐情况最近还算稳定，可是大夫说，
如果他一旦再复发，就必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。我算了一下，这手术费加起来怎么得40-50万吧。现在网约车的生意也不太好做，我得为乐乐这手术费啊，得好好打算打算。我的条件你也知道，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，所以我就想起你之前跟我提过，说你那个采购部经理的事儿，我不知道这个职位现在还在不在？在啊，那个职位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，你要能来太好了。平时进进货啊，看看仓库啊，也不用加班，月薪15000起步，你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严姐啊，不，是严总，哎呦，太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不，咱们兄弟间客气什么呀？下周1过来上班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我暂时没法跟小欧提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哎，我理解。反正我跟纪晓欧已经断了来往，这事儿你要不说，他也不会知道。那太谢谢了。啊，我找人给你做合同。哇，可以啊，严总，没2天功夫，这办公室就焕然一新啦！啊，哎，你看看，还是人家严总有品位，你瞧瞧。哎，这用的都是环保材料，你闻闻，一丁点味道都没有。让你费心了。应该的。严总，今后在女人方面得严谨点儿，动不动就装修办公室，没必要。行了，别说这个了。晚上来了2个朋友，你安排一下呗。好嘞，没问题。这沙发看着不错。你喜欢就好，试试。吴峰说什么时候到梨园啊？下周2。也是够磨叽的，都等了他半个月了。这吴峰太迷信了，出门都得算日子。就这日子，还是找了3个大师算了才定好的。说点正经的吧，你打算跟严谨耗到什么时候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跟他就只能谈感情，谈不了什么生意了。你觉得严谨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吗？上次咱们为了试探他，砸了纪晓欧的店，他的反应正常吗？正不正常我不知道，但是能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了。感情的事儿我不管，但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不想让严谨插手。他到底怎么你了？你这么跟他过不去？我觉得他来者不善。我一想到他是前缉毒警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严谨跟我们也不是1天2天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早就应该看出来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他是被冤枉之后才离开禁毒支队的。上次开枪的人到现在都没找着。我一直觉得这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，为的就是让你对他动心。他这么做，目的无非2种：要么是警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要么是想借我们的势力分一杯羹。严谨肯定知道我们在跟老吴谈的是什么生意。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哎，就是疑心太重。我真弄不明白，梨园那么多有势力的人，你为什么非要选严谨合作？万一有问题，咱俩是要掉脑袋的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了。严谨有没有问题，再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吴来是个机会啊。还是你狠。那就按你说的办，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如果严谨真的有问题，随你处置了。
听你自己这么说，你其实对战宇挺不错的呀。我没想为自己开脱，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那这么听下来，你应该是战宇的大救星啊，他应该特感谢你吧？我那么信任他，他居然差点害死我。看你们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。我真后悔给了他这个机会，否则。妈，哟，这新店开张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？要不要来一杯？不用。你知道我今天干嘛去了吗？拿你的资料去找人相亲去了。我发现啊，你除了外形还可以，其他没有任何的优势。对我这么高的赞誉啊！哎，这几个是我帮你筛选的，每一个年薪都在50万之上，你自己挑挑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现在相亲竞争有多激烈吗？都是95后的天地，你一个90后还想挑啊？那我就一辈子单着，那就彻底完了。一个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，等于白活。妈，你要是再拿那些老掉牙的思想来逼我，我明天就去出家。你去啊，现在寺庙都要研究生，你想出家，人不要你。小欧，你别嫌麻烦啊，妈是为你着想。你年纪又不小了，还这么孤苦伶仃的，连喝酒都没人陪，妈看着心疼。你和那个严谨，你俩之前到底算什么？我们俩就从来没开始过，什么都不算。那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差呢？比之前跟赵天辉分手之后还要糟糕。你和严谨的事情你不想说，妈也不再问了。但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自暴自弃呀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不就找一个男朋友吗？那些歪瓜裂枣我看不上，要找我自己找。你不是说的气话？您就回家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把人给您带回去。怎么样？不像没人要的水平吧？
还不减当年啊！你别说，这件衣服你穿还挺好看，这牌子特别好，你喜欢穿走。这么大方，这是唯品会买的，现在天天折扣，我准备再买几件。真行。季晓，你说你突然间打扮成这样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不是让我要展开一段新恋情吗？我不得打扮打扮。哎，我们这边哪个酒吧最火，帅哥最多？你带我出去浪浪呗。是不是严谨又刺激你了？我就是不想再像以前活得那么无聊，我想像你一样多出去走走玩玩。好，反正最近学做菜也学累了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喝个酒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姐今晚就带你飞。你就是个鸽子精啊！说了来喝酒，你也不来。你可真能折腾，都玩好几天了。我今天真有事不陪你了。随便，反正我喊了月月他们。哎，你呀，就是个重色轻友的人。你好，美女。美女。你们干嘛？一个人咯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我们两个陪你啊。是喽。自作多情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其实我挺喜欢你，咱们去那边玩玩啊！啊，就玩一会儿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就是喝一杯嘛。放开！走了啊！放开！你谁啊你？给我滚！你紧着个屁啊！喂，你走。等一下，小雨，怎么是你啊？姐，你喝多了，别再喝了，走，我带你回去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，你能不能别像我妈似的管着我？我要去对面的酒吧。别去了，姐。你别拦我，我就想喝点酒。回似水流年，我陪你喝个够。似水流年多没劲呀！我天天待在那，我都要待吐了。我就想玩一下。正好，你来了，帮姐挑个酒喝。走。季晓，你还是季晓欧吗？我是不是有这么重要吗？就为了一个严姐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你这么做不会惩罚任何人，只会让坏人更开心。你别把我看得那么重要，我作不作践自己，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人家快活着呢。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，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以为你泡夜店、泡男人，能让自己好受吗？不会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种女人。你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更痛苦，更厌恶自己。忘了他吧。
忘不了。我忘不了，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走，咱们回似水流年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我不再爱你了。燕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利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对不起，小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醒了？几点了？11点多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店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今天就躺着休息吧，多喝点水。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呀？战宇送你回来的。
就战宇一个人吧？是啊，你昨天晚上又吐又哭的，战宇一宿都没合眼，一直守着你，直到早上起来才给我打的电话。想什么呢？哎，啊，没想什么，我就头有点痛。你刚刚说什么呢？我说，战宇可真是个小暖男，昨天一宿没睡陪着你不说，早上起来还给你熬了粥，等到我来了以后，他才放心回学校。这走之前还千叮咛万嘱咐。说真的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战宇啊？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？我对战宇真的没有感觉。可你挡不住他对你有啊！你管得了自己的心，管得了战宇的心吗？自从你跟我说了那件事之后，我也觉得战宇对我的好有点过。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找个机会把这话跟他说清楚？人家战宇也没跟你正式表白，你这样两个人都尴尬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感觉，战宇这辈子只能当我弟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放不下严谨呗。忙你的去，再睡会儿。死丫头！哎呀！姐，我也不舒服了吧？我来擦，你歇着。哎，我没事儿。小雨，你这2天照顾我都没怎么休息好，今天早点下班吧。我不累，今天张鹏不在，这么多活儿你一个人干不完。小雨，这段时间姐让你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哪儿的话？前段时间你一直操心我和我妈。姐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想就像现在这样，照顾你一辈子。那怎么行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好姑娘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你要过得好，姐才可以安心。姐不结婚，我也不结婚。你个小屁孩跟姐比什么？我是让你多为自己考虑，听话，早点回家，你妈妈还等着你呢。可你身体还没好，真的不需要我陪你。哎呀，我真的没事儿。那天我是抽风，喝多了说胡话，你别放心里，早点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记得晚上要是失眠或者是身体不舒服，就给我打电话。回去注意安全。钱那我走了。你凭什么认为战宇是被情杀的？他喜欢你，不是吗？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？战宇被杀害以后，又被凶手分尸了，手段极其凶残。就算不是情杀，也得是个仇杀。依你对他们的了解，战宇和严谨之间有仇吗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不是跟那个小美人在一起了吗？根据严谨的口供，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小美人，他接近小美人是另有原因的。在他心里，他唯一喜欢的只有你。
今天这顿饭呢是伟子做东，他说有些话想跟你好好说说。严总，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安安静静的喝场酒。这杯酒我敬你。刘总，这杯酒敬的，我有点不太明白啊。这是第一杯酒，为我之前对你那些冒犯的话向你道歉。刘伟，我就是个糙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严总别往心里去，之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。第二杯，我爹妈走得早，身边再没亲人，梅姐就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。谢谢你舍身救了梅姐，也希望你从今往后能够善待梅姐。啊，第三杯，从今天往后，希望咱们兄弟俩能一起联手干更大的事儿。头一回听刘总说这么多话，有点不太适应。我呀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都在酒里。好了，来坐着吃菜，吃点来。哎呀，看你们两个喝酒的吓人劲儿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陪我去逛逛商场呗。我想去买2件新衣裳。有什么喜事儿？对呀，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吴峰已经到梨园了，约我们明天在盘龙山见。哦，对了，晚上你得安排一下啊。没问题。他这个人啊，特别迷信。哎呀，非得说跟我们见面都得穿白色的衣服。这么讲究？什么讲究啊？就是封建迷信。要不是为了赚他点钱啊，我才不跟这种人打交道呢。我那白色的衣服啊都旧了，所以想买身新的，图个好兆头呗。好，一定会给你买一件最好看的衣服。婚纱呀？大婚纱。赶快吃。豪哥，好久不见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梅姐，严总。梅姐好，严总好。你好，曹哥。老吴呢？还摆呢？放着呢。刘总，梅姐，里面请。严总，请留步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严总属下和吴总今天犯冲，不宜见面。麻烦您跟吴老板说一声，严总是我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。咱们自己人见面，这些规矩就免了吧。受了，梅姐，吴总的规矩谁也破不了。你犯冲，你没事儿，一切都听吴老板的。那这样吧，超哥，麻烦转告吴老板，今天晚上我做东，到我的餐厅吃点海鲜。多谢严总，吴总吃素，而且今晚还约了重要的朋友，心领了。
那行，那你们进去聊吧。啊，我也好多年没来过盘龙山了，我到处转一转啊。去。两位，里面请。吴峰有意避而不见，让我有些手足无措。如果见不到吴峰，我就永远无法真正切入贩毒集团内部，而战宇那边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。哎呦，你可来了！什么事儿？找我什么急？先坐。是不是吴峰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？可别跟我提他了，你可不知道，这昨天你走了以后啊，这个吴峰带着我是又烧香又拜佛的，后来又见了什么慧远法师，听他讲座，这一下午啊，一直在听他讲什么人生放下的道理，听得我脑袋都快炸了。这慧远法师啊，可相当有名望，一般人都听不到他讲授。这吴峰面子够大的，也是够迷信的。关键是见完了慧远法师之后呢，又去见了一个周大师，结果就出事儿了，算出个凶卦。凶卦怎么说啊？这周大师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吴峰的八字啊不适合往西走，如果要走的话，就得找一个海中金命破一下。要不然这次合作生意可能就会特别不顺利。然后吴峰就想起你来了。我？对呀，你海中金命啊！啊！为了让你跟吴峰见面，我不是把你的八字给他了吗？他清楚地记得你就是海中金命，这事儿就你能破，所以吴峰要求今天中午12点必须跟你见一面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们之间的生意就不做了。哎，不是。之前还不是说我跟他属相相冲，不易见面吗？怎么今儿就没我不行了？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跟刘伟现在肯定是不行了，全都指望你了，弟弟。梅姐说的对，这事儿啊，只能有劳你了。还请周大师帮我这个忙，钱多少不是问题。早就听说严总不凡，今日一见。哼，果然是大富大贵之相。谢周大师吉言了。不过严总也真是不同啊，吴老板和我有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全力园还有比周大师更会看相的人吗？既然严总这么胸怀大义，我岂有拒绝之理啊？那我先谢过你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既然上山了，何不算上一卦再走？下回。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仗义。来，敬海中金命。吴总。今天喝的怎么样？哎呀，今天喝的是太痛快了，再喝点吧。哎呀，今天跟严先生真是相谈甚欢呐，您真是我命中的贵人。雷总，眼光太棒了。吴总独具慧眼，您能这么说，我心里头才更踏实。感谢吴老板瞧得起我，以后吴老板有任何需要尽管吩咐，小严在所不辞。好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梅姐，那我先走了，再休息。
你还是纪晓鸥吗？就为了一个严谨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我作不作践自己坏人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，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。我忘不了，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纪晓鸥就要被某人给玷污了。不行，你赶紧走。要是被刘伟的人发现了，纪晓鸥还得因为你遭殃。瞧你不说，没人能知道。云锦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利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不要丢下我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对不起，小欧，对不起。你该走了。跟我下来。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纪晓鸥她只是你姐。是你让我照顾纪晓鸥的。我让你打着照顾她的旗号追她，占她便宜了吗？你别以为你最近干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。她又不是你的人，我想干什么你管不着。纪晓鸥她就是我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我俩早就在一块儿了。
在一起又如何？只要你们没结婚，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。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你说，如果让纪晓鸥知道你的毒贩身份，她还会理你吗？会。以前我觉得我离死很近，没资格喜欢别人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也是警方的人。只要我能立功赎罪，我的人生就还有希望。为什么我不能追求我爱的人？我不但要追，我还要疯狂大胆的追。就算纪晓鸥知道这一切，她也会原谅我。这是你亲口说的。原谅不代表爱，到底懂不懂啊？我说，是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啊？就算你没有误入歧途，你长得好看，琴拉得再好，你连你跟你妈的生活你都保证不了，你连未来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拿什么给纪晓鸥幸福？你不仅什么都给不了他，你还会成为他人生当中的累赘。而我就不一样，小鸥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都可以满足她。她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跟我在一起，只有她享不完的福。你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瞧不起人是吗？你要有我这么一个家庭，有我那一个爸，你说不定混的还不如我呢。你在外边高高在上的，靠的还不是你老爸？没了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以为所有出身好的人都可以不劳而获吗？不努力，不奋斗，钱会自动进入你的口袋里吗？做梦呢吧你！有多少跟你一样出身贫苦的穷孩子，通过自己的努力翻了身，而你呢，选择了犯罪，自甘堕落，用自己的人生换来钞票。翟宇，这是你唯一一个机会了。那些没有用的事儿，再也不要想了。眼下是小美人和吴峰交易的关键时刻，我要你做的是打起精神，全力配合我。如果这一次的行动因为你而失败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那时候，翟宇跟纪晓鸥走得那么近，你什么感受啊？担心呗。但当时我正处于侦破案件的关键期，又被刘伟搞得焦头烂额，实在顾不上那些。既然你都知道翟宇不是诚心跟警方合作的，干嘛不把他抓了？刘伟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如果那个时候我碰他的手下，一定会被他察觉到。如果因为这个影响到最终的任务，不是因小失大吗？挺理性的。做人就应该理性一点，尤其像咱们这种当警察的，就不能太感性。听你这么说，看来是曾经做过什么感性的事儿，让自己吃亏了吧？那可不。跟翟宇有关系吗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纪晓鸥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骗了。你心里在担心什么呢？以你对他们两个的了解，你觉得严谨会杀翟宇吗？
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没有答案。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？也许两个人都对我有所隐瞒吧。啊，小雨，姐，李阿姨情况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双侧的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，只能做髋关节的置换手术。那尽快安排手术吧。这样啊，国产的双侧17万，进口的双侧15万。张宇啊，时间还有，你去想想办法。另外，刚才检查的时候啊，你母亲一直胃疼，我建议你再带她去做个胃镜检查。林美琴患有胃癌，初步判断为初期，幸好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只要尽快切除癌变部分，再配合化疗，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。需要准备多少费用？手术加化疗费用前期至少需要准备10万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宇如此无助，他一直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，老天不但不可怜他，反而给他更多的惩罚。不好意思，姐。小雨，你别太难过，这不是还有姐姐吗？你不用担心费用问题，只管照顾好阿姨，这笔钱我来想办法。姐，这不是小数目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现在你不麻烦我，还能麻烦谁啊？相信我，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大概能借我多少呀？行，好，我尽快还你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特别靠谱？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高医生，李美琴家庭情况比较困难，她儿子还在读大学，这么多年看病已经花光所有积蓄。我这儿凑了12万，能不能先把她安排上手术时间，后续的钱我再尽快补上？李美琴，她的手术时间刚刚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？是啊，费用今天一早就交齐了。谁交的啊？他儿子亲自交的。钱哪儿来的？我问你，这么多钱到底哪儿来的？我一个朋友借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工作？联系方式是什么？你不会是问严谨借的吧？姐，你别问了，现在医药费都已经解决了，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。这里面有12万，你先拿去还给他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。
真不用，你拿着吧。救命要紧，听我的，拿着。谢谢姐。小欧，振宇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不过还等具体的病理结果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小欧姐，阿姨怎么样了？包给我吧。阿姨疼得厉害，怎么不打镇痛泵啊？我妈嫌镇痛泵太贵，就一直没打。阿姨，这个花不了什么钱，咱们别再让自己受苦了。能顺利手术，已经很感激了。这点疼不算什么。妈，咱医药费够用，你就打吧。够用也得省着花。妈已经够拖累你的了，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了。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小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受伤了吗？没事。怎么骑车的？不看路啊？对不起，我刚有点走神。对不起就完了。哎，看见没？你给我蹭的啊？怎么办？我赔你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补漆就得好几千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先生，你把人撞倒在地，连扶都不扶，起来就张口骂人，你不觉得你有失风度吗？我这车刚买，昨儿刚上的牌，今儿就让他给蹭了。换你能保持风度吗？啥都别说，赶紧拿钱，我有事呢。多少钱我赔给你？拿2000块钱吧。2000，就蹭这么一点，你讹诈呢？就这么一点儿，我要他2000算便宜他了。刚才不是说赔我吗？啊，2000，你拿好了。嘿，兄弟，捡你的钱吧。他刚才明明在讹你，你干嘛给他呀？他不是觉得我没钱吗？我堵住他的嘴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犯得着跟这种人较劲吗？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阿姨今天出结果，咱们开心点。我就说没大事吧，花了2周就可以出院了。小欧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还有你妈妈，老是给我们做饭，太感谢了。阿姨，咱们就别说客套话。不是客套话，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还得照顾我们母子俩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就算我有个亲生女儿，战宇有个亲姐姐，也未见得有你对我们这么好。阿姨，我早把你和战宇当成自己的亲人了。战宇能有你这样的姐姐，就算是那天我走了，我也放心了。阿姨，咱们别说这种话，咱们熬过了这一关，再把关节换好了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给。哎呀，这以前连针线活都不会的方大小姐，居然在织毛衣，
真是奇迹。那我织的毛衣，冯大哥肯定穿着好看。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关心你。你和冯大哥现在什么情况了？挺好的。冯大哥答应了？那倒没有，只能说他现在不再拒绝我了。这么久的人都还没拿下，这搁你以前早就拂袖走人了。他说，自从乐乐生了病以后，他就没想着再找个伴儿，他怕拖累人家。可他越这样，我就越不想放弃。你说像冯大哥这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上哪里去找？这次说什么，我也会坚持到底的。哎呀，看着我姐妹如此执着的份上，我挺你。你说，咱们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？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呀？我现在就想着怎么帮战宇尽快的把他剩下的钱还给那个人。我不想欠这种人钱，一天都不想。我说纪晓雯，你怎么这么倔呀？严吉本来就欠你的，就算这8万块钱战宇不还给他，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就算80万，在他眼里也不叫钱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你看你现在天天在店里这么忙，你还有功夫想这些，你累不累呀？要我说呀，这钱就先欠着，什么时候等李阿姨的病彻底治好了再说。你就听我的啊。加上我那3万，还差多少？5万，还差5万。我可真是没辙了，这战宇就没有别的亲戚朋友了？他还有个姑姑，父母离婚之后就没有来往。没事儿，还有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小雨，你怎么没在医院啊？我妈今天状态不错，我就来店里看看。你好，点单吗？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，你稍等。圆圆，2号桌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笑容了。姐，周4是你生日，我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还去医院照看你妈妈呢。吃个饭能花多长时间呀？人家战宇诚心实意邀请你，你就去吧。是啊，姐，这段时间我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你就给我个机会感谢你。那好吧，你请客我买单，心意到了就成。不行，必须我请。战宇，你就破费一次，请你姐吃点好的。行，那我选好地方再提前通知你。一连跟吴峰喝了3天的茶，虽然他还没有提及到毒品交易，但他至少已经把我当成他的贵人对待。可以啊你，居然在吴峰面前出尽了风头，这回六维想撇开你也没理由了。没错，这一波虽然走得惊险，但还算精彩。只希望接下来一切能够进展顺利。对了，吴峰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吴峰当年有过诈骗的犯罪前科。目前在广东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，不仅与当地黑道勾结紧密，还与金三角的人有过密切接触。他跟小美人应该是这2年才结识的。根据他之前的贩毒数目来看，此次的交易数额一定是巨大。我也派人对吴峰的人进行了地面跟踪，但他的人很警觉，我的人无法跟进。更多的信息需要你和 KK 来提供。KK 这小子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每隔2、3天就会跟我联系一次，跟你提供的信息吻合。看得出来，他已经洗心革面了。KK 已经是六子的得力助手，我猜测交易日当天 ，KK 跟六子应该负责走货，
只要我能确定交易时间 ，KK 给出准确的交易路线，我一定可以将小美人跟吴峰人赃俱获。但愿一切顺利啊！哎，刘伟那边没发现你跟战宇的关系吧？暂时还没有。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啊。好。啊。来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别都打开，给人留点儿。我说我要吃了吗？我这大老远跑到山上来跟你见面，饭也没吃，走走腰都快折了。你好歹给我来一碗2字版的泡面啊！等案子结了，别说1碗啊，100碗我都给你泡。还是大哥阔绰。如果2子还在的话，咱们哥仨在这儿喝着冰可乐，吹着小凉风，多惬意啊！是啊。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哎，佳宇，你迟到了。他就溜到那儿去了，已经提前给我报备过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吧，平时少拉琴，有空呢多锻炼一下。看你上个山呼哧呼哧的，哪像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。想当年我跟老程啊，在武警特战队。人都到齐了啊，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吧。小美人跟吴峰已经签订了一笔水产生意的订单，并且下礼拜吴峰约我跟小美人在水产公司聚一聚。我猜测那一天应该就是交易日，并且刘伟还嘱咐我让我帮他疏通好利川路段的高速检查岗，他们下周3要走货。刘伟吐口了？那倒没有，他只是说运货车里面有一部分走私的象牙，那是他跟吴峰私人交易，让我帮忙照应一下。你那边呢？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他让6子和我负责交货，地点是利川祥云县小口村的一个后山，时间也是下周3。下周3，利川交货，水产公司交钱，一定就是交易日了。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，你们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哎，乘风在即，咱们渴了再酒，庆祝一下吧。我不喝，要喝你跟他喝吧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小孩置什么气呀？你赶紧的。哎，你还挺记仇啊！我今天非得逼你喝了不成？来，喝。你俩有完没完啊？喝一杯就这么难吗？哼，幼稚。放心吧，战宇。你提供的情报对警方非常重要，事后我一定帮你争取最大程度上的减刑。将来你路还长着呢，啊！路走对了，才有的走。行吧，今天先走一个过场，等行动结束以后，请你们喝顿大的。来，来。谢顺利。距离脱身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，我觉得今晚梨园的夜色尤其美。我突然特别想念小欧，想念从认识他到现在的每一天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。我开始想象，该怎么跟纪晓欧解释这一切。深埋心底的那3个字：
该用什么方式对他说。小美人的案子一了，儿子可以瞑目了，老常的军功章又多了1枚，而我和纪晓鸥也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。这个酒啊，是严总特意从家里给您带过来的。那我可要好好品品。来，合作愉快。来，合作愉快。怎么样？好酒，好酒啊！这次能跟您合作成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当然，这除了咱俩的缘分以外，重要的是我这里有一个法宝。海中金命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梅总所言极是，这大师说的太准了。时间到了，此时刘伟和货车应该已经到达收费站。目标已到达，各小组准备。你好，检查一下货箱。哎，好。你们这运的是什么货呀？都是些海产品，鱼、扇贝。好了，走吧。走。各小组准备。哥，货到了。行动。
源禁毒支队的，怀疑你们正在进行毒品交易，请配合我们检查。重复支队长，这么大动干戈的。 别！带走。万事齐备，跟吴总合作够爽快。来，各位，小张，女生都别动，别动，蹲下，不许动。梨园是禁毒支队的，请你们回警局配合调查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此刻，我只需要静静的等待，因为2分钟以后，眼前这扇门一定会被老程推开，然后我们2个人正大光明的离开这儿，去1/3，痛快的喝一杯。 主编，怎么是你啊？在这儿得叫周警官。你可以走了。去哪儿？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当我看到小美人和吴峰的时候，我确定行动失败了，原因不得而知。 而我的卧底身份，容不得我有半点的失落，只能卯足精神把戏给演完。哎呀，你说那帮人啊，拿着人民的钱乱抓人民，那还得了？梅姐，咱们是不是得罪他们了？我这也没听说逢年过节还要打点禁毒支队呢。 怎么回事？好，我在回公司路上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本来想跟您好好聚聚的，结果被警察搅了局，害您受了惊吓。刘总人呢？他已经到公司了。 今晚我做东，喊上刘总一块儿到我的1/3，吃点海鲜，搓顿酒，扫扫晦气。改天吧，我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啊，我晚上也约了人。那行，那咱们改天。哎呀，我这胳膊刚才被那帮人差点给掰折了，我得找一个店好好按一按。 吴老板，回见。啊，赵书记。吴老板，先喝杯茶吧。走。
严总，没事吧？虚惊一场。没事就好，回去好好休息啊。